大家好，我是13N。那上影片可以发现我车子其实长得不太一样，因为我都把镜子换回来了。然后上次有说，因为我准备要卖车了，没错，那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人家问我说，你13N你试车试这么多，你都不会心痒想换车吗？怎么可能不心痒想换车？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好想再买新车啊！她说好啊，她也很支持。她跟我说可以啊，你把你车卖掉就可以换新的啊。我说 OK。然后加上也是啦，毕竟我觉得2台车极限，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在这边可以骑2台车这样不同种类。那他说，那我既然要骑不同车种的话呢，就必须要忍痛割爱。那这台车 WR50X 也陪了我这几年。那从一开始挡车教学那时候，就跟大家一起，像是为什么要打双黄灯？前面出什么事吗？哦，前面好像施工有红绿灯。我相信如果有看我影片一起学习挡车的话呢，其实对这台车应该也是很熟悉啦。那我今天要卖车，可能不止我难过，应该如果喜欢这台车的话，应该有些难过。奇怪，怎么个烧焦味？不是我车啊，前面车烧焦吗？哦，前面好像在施工，不知道铺什么。等一下，红灯前面那台车是干嘛？他要去哪里？不是吧？还是红灯呢？这表示对方可能啊。通常像3道这样子，前面会有红灯的话，阻止单向道行驶，表示因为对方在过去一条线可能会变成单向道，所以他要就是让对面的车先过来。如果不遵守的话呢，你就会很尴尬，会遇到在一条线道上，然后卡住，动弹不得。所以刚刚那台车往前，我不知道去哪里。不过当然，有时候这些灯是时间故意拉久一点嘛，因为他要确定完全车都进攻之后，才让另外一边线道的车子行走。如果等一下我看他倒车突回来，就搞笑了。那我刚刚说我要卖这台车，那刚好趁夏天的时候卖，然后应该价钱也比较好，然后先把这个资金存起来之后呢，当做另外一个购车基金。虽然有点难过，可是也蛮兴奋的，因为一旦卖掉之后，就可以开始 shopping， 选看要换哪一台车。我自己心里大概有个底啦，不过还没有正确做决定。不过拍影片到现在啊，我发现我好像没有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子。那这台车是雅马哈249cc 的 WR50X。那我之前影片有提到说它是滑胎车嘛，那所以是0道车 WR50R 的兄弟车种，滑胎车。那6速，所以跑高速公路的时候，其实那个第6档还蛮有用的。那它对于身高不够高的话，就是有个缺点，就是它坐高很高。如果是 R 版的话，那坐高更高。不过我这个影片也有跟大家提说，就是可以就是偷吃步，把它后悬吊调软一点，街道骑起来会舒服一点，相对的我也比较踏到地板。排气管呢，我则是全段的 FNF Power Core， 那它是有配就是公有的电脑调校，那我随时可以做自己调整，是一个蛮基本的电脑调校啦。然后可以调整说你可能每次补油啊或退油，都是在巡航的时候呢，总共给你供多少油，然后去做配合。因为通常换全段管的第一件事情会遇到的就是可能它气流排放太顺畅，然后供油不足，是太lean的意思。那这台车我觉得它最好的优点就是，我觉得它的设计在起步低扭表现的力量很足够，所以你跑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台车很慢，虽然它只是250。当然你在往上骑的时候，你会觉得加速度越来越弱。可是至少在起步的时候，那感觉是觉得还蛮充裕的。不像我骑忍300的时候，会觉得补油的时候，那感觉一直没有出来，一直要等到高转的时候才觉得力量才能跟这台 WR 比。那越野车嘛，所以它也不会有转速表啊，这些当然都不会有。然后油箱显示也都不会有。
就要只有那个没油的时候会亮个灯。哦，那我顺便还要提，就是其实买车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啦。像这台车 WR250，尤其现在卖 WR250R， 其实它的售价呢跟 SV650是相当的，意思就是说，你去买台250的价钱，你可以买 SV650。那大家说你塔卡派克哦，你刚买台250，虽然你觉得引擎部分输出怎么会这么弱这么小，可是它的配备确实很好的，比如说都是可调悬吊，那还有浮动碟，这些在其他车种，比如说看起来 CC 数大一点的300，这根本不可能有的啊。哦 ，Multistrada。我刚刚应该要先左转的，就默默走到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镇。这边人车好多。其实我现在想啊，我跟大家说我要卖车的时候，大家应该疯狂会想说，该不会想要换什么毒蛇猛兽吧？难讲哦，有时候买车真的是一股冲动，突然之间喜欢的时候，就一直很想要，停不下来。Go Win Harley， 所以其实我不局限于大车啦，像如果125那种 MSX 啊，或是 Z25 Pro 这种车型，其实有时候也想要入手来玩一下。那虽然说不能上高速公路，可是如果通勤我走地面道路的话，可能不会慢多少，那乐趣也很高，那也是不错啦。哦，经典 Postmart。那我本身也没有品牌情节，也不会说好像全部车都一定要 Honda， 或全部车都要川崎。只有那时候可能买什么车的时候会特别想要。我记得以前的时候骑600R的时候，觉得哇，我这辈子就是一定要买 Honda 车种 ，Honda 车超棒。然后久了之后也觉得，也不一定啊，很多车种都可以试啊，就没有那样的本田情节。好来。这样讲不对，只能怪本田后继车种就是没有太吸引人。除了现在这台 CBR 1000RR， 可是听说问题很多。如果有在看Out of Man TT， 就是 Tourist Trophy 比赛的话，你会知道 Guy Martin， 他骑那台1000RR， 他的夹空挡的问题，他让他摔车，他气到爆。然后那是 SP2 的版本吧，还是 SP 版本？可是相对有这样的事情。对 Honda 车种就会有点没信心。好，顺便加个油。哦，油箱很小，这样脚就满了多少？一加仑？没有吧？差不多到了，到1.24啊，对啊，油箱真的很小。哦，既然都停下来了，顺便看一下吧。这台车呢，我看其实主要就是 FNF 全段，那它是 Power Core， 那另外一边呢是电脑调校，我摆在电池这边，藏在里面看不到。那还有就是装这个手把。那主要其实临倒车在跑，是因为怕撞到树啦。不过其实像越野车这样子，其实如果不小心转倒什么的话，刮刮边边都保护作用还蛮方便的。然后之前我也有装那个防倒球，中间这边，然后我把它拆掉了。因为要卖车，我就有些东西拆，那拆下来自己私下卖。那轮胎的话，之前也知道，我看的是 Michelin Pilot Street， 目前骑起来我觉得非常好用。虽然不像我之前用的那个Bridgestone。003 BT 003 RS 来粘，平常街道通勤啊，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疑虑了。那之前镜子是摆在边边嘛，这侧边跟尾端，不过现在换成原厂的了。涂装呢就变回来。哦，对了，之前有人问说我后面这片是什么？这片是我那时候自己去改的行李架。那时候有时候载老婆出去骑车的时候啊，因为我不想让她背太重，因为有时候会背东西背包嘛，然后我就可以把背包绑在这边，我们可以骑出去，就不会太辛苦。那现在这是 Classic 经典的雅马哈配色，就是蓝、黑、白。
啊，看之后要拆了，再拆一拆，就可以卖车了。那之前有人说方向灯是怎么闪比较快，因为我后面改 LED 的时候其实没有装resistor， 然后或是也没有去换里面那个 relay， 所以其实这样对应起来的话是闪比较快，应该要去调整啊，不过我没有去用。那这台车呢，马力其实我记得他们后轮测的时候是28，接近30。那有改管的话，差不多30出，蛮不错的啦。我觉得以一个250cc 来讲，之前好像看篇文章，他说这个单缸其实是拿一样08年的 R1 的4缸，然后好像是设计上其实是一样的，那只是作为单缸，听起来很屌哦。就给他吹，这引擎是 R1 的1/4耶。然后如果你真的会跟我一样想念这台车的话，不错的是，其实我之前你也知道，我常会骑车找老婆出去玩嘛。那有时候出去玩呢，都会拍一些影片记录啦。那也没有说好像这台车就是留白这样子，它带了多回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也会把这些影片就是剪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说换新车，其实应该不会换全新的车子啦，应该也是买2手的车子，这样价钱比较好谈，也不会荷包大失血。不然买全新的话，我这台车卖掉，我可能还要贴一笔钱去换全新的车子。好了，那我说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当大家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呢，我这台车应该已经卖掉了。啊，我会想你的。不过也很难讲啦，也许之后我会想要玩越野车的话，可能也会继续选购 WR 系列啊，或者 Honda CR 系列啊，也不一定。那我自己希望可以无缝接轨啦，就是这台车卖掉之后呢，可能很快就入手另外一台车，不过也不知道，难讲。好啦，那我这边就讲到这边，那我带 WR 跟大家说拜拜啦。